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于周日晚上23点结束，90个议席已全部顺利产生。这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选举制度修改完善后，香港的第一场立法会选举，对于发展符合香港实际的民主、塑造香港良政善治新格局意义深远。而新一届立法会议员的多元化背景，充分说明爱国者治港的舞台很大。这一原则不仅有明确的标准，而且有丰富的外延。Port Elizabeth 37號候選人郭玲麗 ，candidate number 37。經過連夜點票，立法會90個議席周一上午已經全部順利產生。其中呢，就包括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40人，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30人和分區直選的議員20人。特區政府表示有信心，完善選舉制度後組成的第7屆特區立法會將可切實提升特區的管制效能，為良政善治開啟新篇章。率先揭曉結果的是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的40名議員，其中有9位立法會議員連任，包括陸頌雄、馬逢國、謝偉俊、容海恩、葛珮帆、梁美芬、何君堯、麥美娟及張國軍。名單發布後成功連任的何君堯表示非常開心興奮，現在的同事都非常優秀，每人都是行業的精英，出類拔萃，希望將來能集思廣益，一起為香港服務。我相信呢個咧就大家都會對呢個新嘅議會工作模式咧係有個盼望。1年做足4年工作，4年做足16年嘅工作，呢個會高速發展，好唔好？相比之下，以高票當選的香港教聯會副主席鄧飛，則是以一個毫無立法會議員經驗，甚至沒有政治參選經驗的身份參選。他表示，當選後重點關心的是重整香港教育，當務之急是做好師資培訓和重視教師職業操守，重建社會對教師隊伍的信心。希望未來4年能夠不負眾望，做好工作。希望嚟緊新嘅立法會嘅話咧，能夠真真正正就事論事，一個一個嘅政策議題去做好相關嘅工作，解決相關嘅問題。隨後分區直選選舉產生的20名議員投票結果出爐，新民黨葉劉淑儀成功再度連任。而在被認為選情最為激烈的香港島東地區直選中，香港工會聯合會會長吳秋北當選。吳秋北在當選後表示，衷心感謝支持他的選民，他們的支持響應了對新選制的期望。我哋亦都希望通過我哋嘅努力市民能夠喺新嘅制度底下推動嗰個政府嘅改革，使到佢更加良政善治，市民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嘅成果。20人中，香港民建聯在10個地方選區均有人當選，民建聯主席李慧瓊更是得到近96000票，以大幅領先的優勢當選，也成為本次直選票王。李慧瓊表示，議會即將進入會期，民建聯明白香港市民對於新一屆議員有很高期望，也明白在推動特區政府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方面將肩負重任，未來將拼盡全力做到最好，與香港市民一起推動政府革新求變，團結向前。大家都知道，其實愛國者之間對於政策、對於解決問題、如何推動政府去變革、如何去讓到香港走得更好呢，其實都有不同嘅睇法。咁我相信呢，喺政策辯論方面，喺其他方面呢，我哋呢其實都會有不同意見，都會係百花齊放嘅。而功能團體界別選舉的結果也於周一上午揭曉，30個議席全部產生。其中從政20多年的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是首次非自動當選。另外，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霍啟剛成功當選，他的妻子前跳水運動員郭晶晶也到場送了霍啟剛一束蔬菜花。對於這份特殊的蔬菜花，收到的霍啟剛大讚十分環保，稱還可以用來打邊爐。香港民主黨前副主席和創黨成員、香港新思維主席狄志遠在社福界功能界別勝出。他當選後表示會身體力行，堅持監察香港特區政府。我贏咗選舉，我就有認受性。我哋希望用我哋嘅實質工作，我哋嘅決心話俾市民聽，我哋值得支持。狄志遠在選舉前曾表示，自己此次參選能得到足夠選委提名票，相信這已充分說明中央希望看到一個多元立法會的開放態度。至此，香港特區第7屆立法會90個議席全部順利產生，任期將於2022年1月1號正式開啟。從白髮老者、年輕一代到外國面孔、少數族裔，廣大香港選民用手中的選票表明人心所向，係體現咗同埋實現咗一個有能力嘅愛國者治港、
呢一個偉大事業咧出一分力。希望我哋可以係盡心盡力，求同存異，優勢互補，大家凝聚共識，希望可以令到香港呢唔單止係重新出發，仲要加速出發。香港特區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華表示，選舉過程運作暢順。整體而言，投票同埋點票嘅過程呢都係十分暢順。各項選舉安排呢係充分體現公開、公平同埋誠實嘅原則。選管會呢係滿意整體安排。對於本屆香港立法會選舉，一些西方媒體和勢力仍在借機進行攻擊和抹黑。然而，回顧整個投票過程，所有票站整體運作有序、安全平穩，選民們做好防疫措施，保持適當社交距離，投票活動順利進行。百萬港人用實際行動粉碎了一些外部勢力針對選舉的謊言與污衊，表明了真正的人心所向。在今天的外交部記者會上，我們注意到有多個問題與香港特區第7屆立法會選舉有關。趙立堅在會上表示，本次選舉是香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次成功實踐。此外，他還特別指出，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如何設計、如何完善、如何運行，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國際上總有一些人處心積慮攻擊香港選舉制度，抹黑特區立法會選舉。他們關心香港民主是假，打着民主的幌子，插手香港政治，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發展是真。他們不是民主課堂裏的優等生，更沒有資格充當教師爺。他們最應該做的是拿鏡子好好照照自己國內抗疫失敗、政治極化、種族歧視等問題，先做好自己的家庭作業。翻看最終選出的90名立法會議員，不難發現他們來自社會各界，其中既有議會經驗豐富的人連任，也有更多未曾擔任過議員的人，甚至政治素人參與其中。既有商界、政界精英，也有來自教育、醫護、法律、會計等領域的代表。周一，《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在此次選舉中，一大批愛國愛港、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立法會將會成為名副其實的群英會。不少市民堅信，未來的立法會議員將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議員大人，而是接地氣、有情懷的民意代表。新當選議員唯有將民意民聲轉化為建設更美好香港的不竭動力，才能贏得市民的口碑，不負中央的期望。文章指出，在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重要歷史關頭，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肩負着前所未有的重任。希望新當選議員展現愛國愛港的堅定立場，磨練為港做事的能力水平，進一步提高管治效能，全心全意為市民服務，為香港的未來交出一份合格答卷。我覺得香港本身就係一個五光十色嘅社會啦，好多元嘅社會，文化上亦都係一種多元嘅文化。咁所以呢個議會亦都應該係充分能夠代表到不同嘅聲音、不同嘅主張。最重要嘅就係話，大家能夠識得呢用一種好文明嘅、好理性嘅態度去參政，同埋最重要呢係建立一種文化，就係識得互相尊重，然之後呢達至一個社會嘅和諧。即係和諧唔一定係話要100個人都講一樣嘅聲音，而係100個人講唔同嘅聲音，但係都能夠和平共處、互相尊重。咁呢個就係我希望香港可以做得到嘅嘢咯。